Hello， 我是 Lisu。影片有 CC 字幕，可以点设定选择需要的哦。接下来带大家看看我的尾牙活动。今天是上班日，平常如果天气不错，我会骑单车通勤。不过今天比较特别，因为晚上有公司的尾牙活动，考量到距离和时间，今天就不骑单车了，改搭捷运去公司。想到今天的活动，心情有点期待，也有一点小紧张，因为这次尾牙我担任主办人，以前几乎都在公家单位工作，对民间公司的尾牙文化没有那么熟悉。不过我们公司的风气比较自由，主打轻松、快乐和温馨的感觉。尽管准备的过程有一点压力，但整体来说很愉快。尾牙跟春酒这两个活动有点像，都是公司的员工一起吃饭聚会，但他们的时间和文化意义不太一样。尾牙通常就是在农历年，也就是春节过年之前举办，为这一年收尾的感觉。公司在过年前请员工吃饭，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辛苦，也有一点年度总结的仪式感。春酒则通常是在过年后举办，它比较像是新的一年开始，大家聚餐，祝福新的一年公司发展顺利。简单来说，尾牙比较像是一年结束的感谢聚会，春酒比较像是新年开始的祝福大会。尾牙这个词也很有台湾特色，传统上商家会在农历每个月的初2和16祭拜土地公，这个习俗叫做牙，主要是祈求生意平安顺利。而农历12月16是一年最后一次做牙，所以就叫做尾牙。尾就是尾巴的尾，因为在末端也引申为最后的意思。例如我们说工作收尾，就是把一件事情的最后一步完成。现在我到了捷运站，刚刚背景可以听到救护车的声音。这边可以听到手扶梯的广播。台北捷运的广播很有意思，中文、台语、客语和英文都有，部分地方也会有日语跟韩语。刚好我经过的时候正在播4线腔的客语，广播内容用白话说明，就是在提醒大家搭手扶梯的时候要抓好扶手和站好。因为台湾不是只有一种语言，除了中文之外，还有台语、客语和原住民族语言。不同语言的广播会让人感觉这座城市的文化层次丰富。从这边的大窗户可以稍微看一下车子是不是快到了。各位旅客您好，站内请要奔跑。这个广播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在车站里奔跑，尤其是赶车的时候，有些人会很急，想要快一点冲到月台。在错过一班车和跌倒受伤之间，我觉得还是选择错过一班车比较合理，毕竟安全抵达才是最重要的。台北捷运是台北重要的大众运输工具，现在付款方式也越来越多元，最常见的是使用悠游卡。悠游卡是一种交通卡，可以搭捷运、公车跟部分计程车，也可以在便利商店消费。除了悠游卡之外，现场购买单程票也可以。今年也就是2026年开始，能扫捷运公司合作支付平台的 QR code 乘车码。同年7月还会加开信用卡付款。列车来了，
点歌。台北捷运在关门之前会有嘟嘟嘟的提醒声，有时候如果很赶时间，真的会想在最后一秒跑进车厢，但最好还是等下一班。台北捷运的班距通常不会太久，多等几分钟就好了。现在的尾牙会有几个重点元素，第一个是吃饭，通常是桌菜，也会有 buffet 或套餐，可能在餐厅、饭店、活动空间，甚至是邮轮上聚餐。第二个是致辞，主管或老板可能会简单回顾这一年，说说公司完成了什么事情，也感谢大家的努力。第三个就是很多人最期待的抽奖，奖品从礼券、家电、3C 产品、机票到汽车100万现金都有可能。对员工来说，尾牙是放松的时间，不过对主办人来说，就有蛮多细节要注意，像是场地、菜色、座位、流程、音乐、游戏、抽奖，还有大家什么时候到，什么时候上菜，每一个环节都要安排好。不过，如果看到大家玩得开心，就会觉得前面的准备都很值得。虽然这次已经是第2次主办尾牙，但还是会有一点紧张，因为活动现场常常会有临时状况，例如有人比较晚到，有人临时不能来，游戏时间比预计更长，或是音乐、投影、麦克风突然出问题。这些都是主办人要做好心理准备的事情。不过我也提醒自己，尾牙不是考试，它最重要的不是每一秒都完美，而是大家能不能一起度过一段开心的时间。所以只要大方向稳住，小地方就放松一点。到站了，先去上班。搭电梯下楼，现在跟同事一起公出，到会场准备。公出就是因公务外出，也就是在上班时间离开公司去处理跟工作有关的事情。也因为要带着道具，所以先在 App 上叫了 Uber， 要直奔会场。拜拜。轿车那种是可以先预约的，可以啊，预约的话时间会比较贵，价钱比较贵。然后他在后面，他绕过。司机到了，这边这台。上车前先确认车牌，确认是我叫的车。司机问：需要放行李吗？我回答：不用，没关系。那是一台电动公车，这几年在台北街上，电动公车慢慢变多了。电动公车行驶的时候，声音通常比传统公车小一点，也比较不会有明显的废气味。对城市来说，如果大众运输可以慢慢电动化，空气品质和路上的声音环境应该都会比较舒服。当然，这背后也需要很多配套，例如充电设备、车辆维修等等。不过，看到这些车在路上跑，会觉得城市正在一点一点改变。那是圆山保龄球场，在台北市里，目前所知是仅存的一家。
所以提到台北保龄球场就是指它。外面可以看到很大的保龄球坪，搭配后方的年代感建筑，这里已经不是运动场所，也保存了一部分城市的生活记忆。前面这栋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，简称北艺中心，坐落在捷运剑潭站的士林夜市旁边，在捷运月台就能看到的醒目建筑。车程大约40分钟。谢谢。你好，是这边有宴会尾牙的，对。那你可能要稍后一下。您是哪？不好意思，您贵公司的卡，皮小姐。对方问我们公司保号，就是询问公司名称，通常在正式书信上常看到。到现场以后，先到洗手间整理仪容。活动开始前，先让心情准备好很重要。人员说主会场还在整理，所以先回到1楼，重新确认活动需要用到的器材，也多一点时间演练和沉淀心情。可以上楼了。工作人员引导我们到临时更衣室。这次隔壁的主会场是日式风格，主会场终于开放，我们选择中式的传统圆桌，而不是日本的会席样式。现在距离报到时间只剩5分钟了，我要加快确认现场的投影、音响，还有饮食竞技的座位，也要布置好道具。今年尾牙的主题配合公司特色，设定为宝可梦大闹尾牙，会请所有与会者都要配合主题变装。场地方也安排了很有日本新年气氛的竞开仪式，敲开酒桶来象征新一年会圆满丰收。这次除了前面提到的尾牙3件套，吃饭、致辞和抽奖，另外新增符合场地氛围的日本新年游戏和团队合作游戏，来进行奖金加码赛。大家看得出这4张画拼出来的是什么吗？提示是台湾常见的交通工具，可以在影片留言猜猜看哦。这是配合主题的现金抽奖活动，有些公司会开放家人一起参与尾牙，这个是中了大奖我们提供的彩蛋暴击。大概3小时的活动结束，部分的人移到其他场地续摊，也就是台语说的刷摊，部分的人享用现场提供的优惠设施。温泉水，另外2个自来水的冷水跟热水。放水的话，先放温泉水，让冷水、热水调整温度再做使用。好，房间里面都有整片毛巾跟水，里面有厕所。那这边的话是我们今天的房间。那待会如果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协助的地方，电话拿起来就会直接拨到柜台。那我们待会的话，泡汤记得要守门，祝您泡汤愉快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今天快速的带大家看看台湾小公司的尾牙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生活学中文的内容，欢迎继续观看我的影片，之后会将一些重点内容整理成 short。下次见。